同志们，整整12年的奋斗，这块硬骨头咱们终于啃下来了，数据全部跑通，大家终于可以回家团圆了。向师都万岁！我们终于能回家看孙子了。小姑奶奶太牛了！这是我的小闺女，认不出来了吧？师祖，这12年您辛苦了，我代表研究院验收，你们都是国家的大功臣，多亏了她呀。全是他一个人推导出来的，他才多大呀？我老来得女，当年接了绝密任务，她才7、8岁，我实在不放心把她交给刚成年的老大老二，只能把她带在身边，来这大西北跟着我吃黄沙。谁能想到这丫头在科研上是个天生的怪物，有她真是我的福报啊！闺女啊，剩下的收尾和数据移交太繁琐，我留这儿就行。你先休假回京城大院，我也留下来帮忙。不过我都给下面交代好了，保证小师姑您稳稳当当的回大院。待会儿再给我儿子燕青打个电话，让他好好接待你。行，那老冯你少抽点烟啊。行，大院里你那2个哥哥，我当年托了邻居苏家照看，每年也都寄了钱，你回去刚好看看他们过得咋样。小师姑，这些都是我们写的推荐序，有用着呢。您回了京城可千万别闲着。好烦啊，休假还让人干活。走啦。冯同志，我就是陆燕青，我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，但婚约都是长辈当年饭桌上的戏言，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包办婚姻。啊？什么婚约？喂，燕青啊，听得见吗？淑仪要回大院了，你给我好好安顿，当成姑奶奶供着。冯淑仪，她自小在乡下长大，这个时候回大院还让我爸亲自打电话施压，看来是到了年纪，想来找我履行当年的娃娃亲了。他怎么没反应？老冯什么时候给我订的娃娃亲？没跟我说过呀。算了，老冯就没靠谱过，估计是哪天喝高了随口应下的，也难为人家防贼一样防着我了。既然我爸下了死命令让我照顾好你，我也会尽我所能。生活上缺什么可以跟我说，但希望你不要越界。哦，行，你放心，绝对不越界。你赶紧带我回冯家老房就行，我要找我哥。这么容易就答应了，还是想以退为进？跟我走。这里的东西真稀奇，在基地都没见过。燕青哥，这就是淑仪妹妹，她好像对彩电很感兴趣啊。这是大院刚批下来的彩电和天线，很金贵。冯同志，别看了，城里新鲜的东西很多，你慢慢就习惯了，别在这儿挡着师傅们干活。确实没见过，但原理也不难理解。还有这天线装的有问题，淑仪妹妹不懂不要紧，但不要乱指挥。这可是进口天线，师傅们都是专业的电工，影像器和反射器的间距装反了。而且大院4周有高楼遮挡，不把前面的阵子剪短5厘米，调到明年也是满屏雪花。你一个乡下来的，懂什么啊？他不可能懂这些，看来是从我爸那儿打听到我是研究员，下功夫想讨好我。行了，淑仪，你不懂这些没人笑话你，没必要用这种方式伪装自己。这俩人脑子是绝缘体吗？算了，爱信不信，反正晚上看雪花的又不是我。这就是冯家老屋了。这是我家，这真的不是垃圾站吗？我的好邻居，你不解释一下吗？淑仪，你别生气，你家哥哥不在，房子空了2、3年了，我爸妈觉得房子闲着也是废了，就借用这儿堆点杂物，平时还能帮着你们通通风。我哥哥呢？你大哥冯建国现在天天住在未婚妻家的化肥厂里当牛做马。你二哥冯建军更不争气，跟你大哥吵完架，说要去南方当倒辫发大财，早就杳无音信了。我们也是帮你家看房子，
拿我家当免费的杂物间，我还得谢谢你。燕青哥，你看他，我们家真的只是暂放，他怎么这么咄咄逼人？本来就荒废的房子，不至于这么为难人吧？他该不会是看到我和苏柔走得近，故意刁难吧？抱歉，我才留学回来，不知道冯家没人住了。你千里迢迢过来，心里有怨气，我理解。我会给你在我家安排一个房间，这里面的粮票和生活费就当是我的补偿。我也会给你安排工作的。不要白不要。陆燕青的钱我收了，但咱们之间的账还没算完。我们之间有什么账？老冯这些年为了让你们多照看我那2个哥哥，每个月雷打不动寄给你们苏家10块钱的照看费，3年就是整整360块。这钱我2个哥哥一分没沾到，房子也当了你们的免费仓库，连屋顶都塌了。这360去哪儿了？今天你们苏家不仅要把这些杂物全都给我搬走，要把钱连本带利吐出来，给我家修房子。你算得这么清楚，谁知道冯叔叔到底记没记那么多？要不要我去邮局查查汇款单底根，或者去纪委喝杯茶，聊聊你们苏家侵吞他人财产的事儿？苏柔，既然是冯叔叔寄的钱，理应还给淑仪修缮房子。你回去跟苏伯伯说一声，把钱还了，把东西清走。我知道了。行啊，那就赶紧的吧，我就在这儿看着你们搬，少拿1分钱，今天这事儿都没完。哎呀，我的老腰，这死丫头怎么一回来就发难，真是个讨债鬼。妈，你小声点儿，赶紧搬吧，真让他闹到纪委去，我还能不能在厂里抬起头了？哎，那个破柜子搬的时候小心点啊，别蹭着我家的门框，掉1块漆赔5块钱。怎么，苏小姐对这个价格有异议？那咱们重新算算。除了请工人修房子的120，这是240，1分不少。我们苏家不欠你的了。淑仪，淑仪，你是不是回来了？小妹，你别哭，大哥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叔大婶儿，哼，你们这是……大哥，淑仪，真的是你，大哥对不起你啊！你刚回来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受委屈了吧？大哥，我不委屈，你看，这不马上就收拾出来了吗？而且我现在有地方住，好着呢。哎，大哥刚从厂子食堂买的肉包子还热乎着呢，你先垫垫肚子。小妹，你歇着，我去帮把手。哥，你站着别动，咱们用不着帮他们。小妹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吞了老冯的钱就不对。哥，钱我给要回来了，你拿着。这是什么钱？老冯去大西北前，怕你们俩兄弟在京城没人照应，每个月都给苏家寄10块钱的照看费。这3年你们不在家，钱他们还照收，我给要回来了。我一直以为爸根本不在乎我们，当年他突然把你带去大西北吃苦，把我和建军留在京城，我心里其实一直怨他，原来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我们啊。哥，老冯是个糊涂的，但他心里有咱们，这钱是老冯的心血，现在物归原主，来拿着。使不得，小妹，我未婚妻看得严，这钱放我这儿保不住，你自己收着。那二哥呢？他出去做生意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建军他刚走的时候还会隔几个月回来看看我，现在已经好长时间没他的消息了，我真怕他在外面出点什么事儿。冯建国，厂里还等你装车呢，跑哪儿去了？我满世界找你倒好，跑到这儿躲清闲来了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我爸怎么同意我们结婚？梅子，你别生气，听说我小妹从西北回来了，我就是抽空过来送口热乎吃的，马上就回去，马上回去。小妹，大哥先回去干活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，包子趁热吃。这未婚夫妻之间是这么相处的吗？房子应该没2天就能修好，到时候我再添置些家具、电器，给老冯和哥哥们一个惊喜。陆研究员，忙着呢。冯同志，又有什么事吗？我那老房子修缮好了，我想借台彩电回去参考一下，手搓一台。冯淑仪，大院里不仅管吃管住，也有扫盲班，不要整天就想着看电视。知道你图新鲜，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库房给你搬。哎，不知上进。不跟他计较，能借就行。流体泊松比推导，公式是对的，但推导路径完全搞错了，算到下辈子也是个死胡同。算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人家大热天去库房给我扛电视，拿人手短，我就当发发善心，付个租金吧。
你在干什么？冯淑仪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燕青哥熬了半个月的重点推导草稿，你竟然敢在上面乱涂乱画！瞎叫唤什么？我好心帮他改错。怎么回事？吵什么？燕青哥，你快看，我刚进来就看到淑仪在你的图纸上乱画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冯淑仪，这不是你能动的东西，不要用这种方式吸引我的注意力。啥啊？你那个推导跟狗撕……好了，这次我不怪你，但我们正式解除婚约吧。签了字，这钱你拿走，电视你也搬走。骂他一顿，除了浪费口水，没有任何收益。签个破纸，又能退婚，又能拿200块钱，这笔买卖，傻子才不做。好，陆研究员说的对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我签。钱我拿了，但这彩电还是借的，我用完就还回来。他一点都不闹，该不会受刺激了吧？算了，等他冷静冷静，我再去道歉吧。毕竟我爸让我照顾他。等等，如果按照这个推导来算，那气动方程的极值不就通了？死循环竟然被打破了，完全闭环。苏柔，这个东西是冯淑仪改的吗？不是我从冯淑仪手里抢回来，灵光一闪改的。苏柔，你立了大功了，你简直是个天才！我待会儿算完就拿给老师看。冯淑仪肯定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恭喜啊，燕青哥，推导过程被老师表扬了，还让你开讲解会。不止呢，我爸还传来消息，他要和西北基地的科研团队一起来大院，那可都是攻破了10年难关的大英雄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表现。到时候你可就是整个科研界的大红人了。明天你坐在第一排，这份荣誉有你的一半。谢谢燕青哥。冯淑仪啊，冯淑仪，等明天全院的人看到燕青哥在台上大放风采，你就会知道，你这种人连仰望我们的资格都没有。小妹，这电视真是你造的？这画面比我那长岛老丈人进口的那台还要清楚啊！没什么的，我就是淘了些旧电视回来重新装的。哥，坐下看会儿。哎，我小妹真是出息了。吹什么呢？这不是燕青哥借你的彩电吗？你放小声点儿，别吵着燕青哥布置讲解会。你睁大眼睛看看，这才是我借的那台，待会儿就还给你的燕青哥哥了。投机倒把，这是什么？苏柔，你别乱翻我妹妹的东西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！大家快来看啊！真是笑死人了！苏家丫头，嚷嚷什么呢？大家听听啊，这上面写着特推荐冯淑仪同志破格进入最高科学院，落款竟然是什么国家一局专家组。冯淑仪，你就算想给自己脸上贴金，也找个靠谱点的刻章师傅吧。什么最高科学院，什么一局专家，你连高中都没上过，真会弄虚作假。哎呦，这乡下丫头也太虚荣了吧，还最高科学院呢，真敢编啊！我这封信自然是真的，但要说弄虚作假，谁比得上你苏家呀？吞了我家360的事情，这么快就忘了？我的天哪，300块钱，这苏家胆子也太大了，这都能拉去枪毙了吧？大家别听他胡说，他爸是给过我们家钱照看他哥哥，但我们家也履约照看了呀。这冯大哥不过得好好的吗？大哥，这件事是非黑白，只有你最有发言权。你想说吗？你们苏家有什么资格说我妹妹？我爸给了你们苏家12年照看费，每个月10块，你们心安理得的全吞了。我和我二弟从小到大没沾过你们家1分钱的光。我只算了近3年，看来少了。苏柔，你打算让我把账重新算一遍吗？你们胡说！我胡说？我们在你们家吃顿饭，都要被你妈逼着干几天重活，挑几天的水来还人情。你们贪了我冯家的钱，现在拿张纸嘲笑我妹妹。苏柔，你哪来的脸？我的天，苏家竟然贪了钱，还让人家儿子当免费苦力，这心也太黑了吧！平时看苏柔斯斯文文的，真没看出来是这种人啊，太不要脸了！气死我了！没事。等讲解会过后，那些科研大佬会知道我们的优秀时候一飞冲天，到时候谁还记得这几百块钱的事？大哥，你真棒！这心里憋着的事儿说出来还真是舒服。小妹，谢谢你。你可是我亲大哥，我绝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。对了，房子也修好了，家里的东西我也置备齐了。大哥，你搬回来住吗？我就不了，肥料厂离不开我。这是哥给你买的新衣服，可漂亮了，你记着穿啊。好，都听哥的。那我先走了，不然你嫂子又要来抓我。行，那我自己先搬回来，等老冯和二哥回来。横幅再高一点，对，左边再高2公分。明天的讲解会关系到咱们大院的脸面，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。陆同志，又做什么？
上次吵架后，我一直没时间去照看他，这是忍不住了，主动来找我破冰，还特意打扮了一番，哼，不务正业。陆同志，这彩电还你，我老宅收拾好了，今天就正式搬回去住了。你那房间我也收拾好了。搬出去，看来还是来耍脾气的。淑仪，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你疏于照顾，有负我爸的嘱托，你心里有气儿，但你要理解我。明天的讲解会对我对大院都重要，你别闹好吗？他忙晕头了，在这说什么胡话呢？哦，好，对，你重要，你最忙，我闹完了，我先走了啊，钥匙放这儿了。冯淑仪，我都哄她了，她竟然还这么不识大体，穿的好看没用，里子还是粗俗，根本配不上我。各位，这就是我在苏柔同志的协助下突破死循环，最终推导出的气动极值模型。这套理论将填补国内在这方面的空白。极值模型，它是不是瞎？那个修正参数 Lemia 等于 1.402 代入后，在第3步就要进行降维处理，它竟然直接硬套高阶分基数，这算出来的根本不是气动极值，这是个定时炸弹的模型啊！我服了，那天都给他把推导路径改出来了，还能错？陆同志，我能和你讨论一下吗？冯淑仪，他非要用这种哗众取宠的方式来破坏我的高光时刻吗？简直不可理喻。最后面那位同志，把手放下。这里是严肃的学术研讨会，你不懂就不要捣乱。冯淑仪，你一个都没上过学的乡下丫头，你举手干什么？燕青哥已经跟你退婚了，你别在这死缠烂打。保卫科呢？本来还想偷偷提醒你一下，不让你丢人的，现在不需要了。第3步的微积分降维你做反了。如果按你这个极值去造发动机，点火的瞬间，整个实验室都会被炸上天。一派胡言！你一个村姑懂什么？马上给我滚下去！我爸马上就要带着各位泰斗们过来，不能让他毁了我的讲座。该滚出去的是你个小兔崽子！爸，您来了。各位专家，我正在给同志们讲解我刚……谁给你的胆子，在这儿大放厥词，还敢对你小姑奶奶动手？小姑奶奶，可算找着您了。我们在大院里转了半天，原来您在这儿受委屈呢。是啊，小师姑，我给您写的那封最高科学院的推荐信，您看了吗？您怎么不去找我们啊？你们不至于吧？为了催我去干活，都找我家来了。什么？什么小姑奶奶？爸，专家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不是我那个从乡下回来的婚约对象吗？他连字都不识几个，怎么可能是你们的师姑？是啊，他就是个土包子。燕青哥已经和他退婚了。放你的连环狗臭屁！她是我师祖冯老的女儿，我小师姑，我能认错吗？还有什么婚约？小时候定下的啊。那是你以前看见小师姑长得漂亮，非要娶人家，舍不得她走，抱着人家大腿不撒手。老子嫌你丢人，为了哄你闭嘴，才随手给你写了个假婚书安抚你。你哪来的脸退婚？怎么会这样？冯老院士父女俩在西北为国家科研耗尽心血，你们就这么对待功臣？冯淑仪他爸是院士，那天的推荐信难道是真的？给你小姑奶奶磕头道歉。对不起，小姑奶奶。原来没有婚约啊！哎，那我待会儿把那退婚费还你吧。不，那就当我孝敬您的。那好吧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老冯没回来吗？师祖他老人家一回来就直奔京城研究院了，都在那儿安顿好了。哎，他真是一天都闲不下来，还得我去找他。推荐信一定还有用。李叔叔，对，我是燕青。大院这边的项目我交接了，京城理工大学那边的助教名额，真的谢谢您帮忙走动。燕青啊，助教虽然是个边缘闲差，但好歹是最高学府，去避避风头也好。大院里的事儿
别往心里去。李叔叔您多虑了，我只是觉得大院环境太浮躁，大学里更适合我静下心来做学问。好，我明天就去报道。冯淑仪，你不过是冯老院士的女儿，自身又没什么真才实学，我会证明给所有人看，谁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。小师姑啊，算我求您了，京城理工大学那一批研究生可是未来的火种啊，您就去开一堂公开课，点拨点拨他们吧。不去，给学生上课最麻烦了，讲深了听不懂，讲浅了没用。我在家修收音机挺好的。冯老最近也在借用学校实验室呢，反正你也要去找他，就当顺手讲个题了。老冯也在。我听说那儿的职工食堂最近新请了个国宴退下来的老师傅，那师傅做的一手绝活，冰糖甲鱼汤和秘制红烧肉，软糯脱骨，一天只做10份，外人根本吃不到。真的？当然，只要您肯去上这堂课，我让校长把那一整锅红烧肉都端到您面前。成交。为了国家未来的火种，我走这一趟也是应该的。好嘞。这位同志，你这封推荐信落款这几个印章确实是国家医局的几位老泰斗，但这开头的名字怎么糊成这样了，连个字都看不清。主任，我这信不小心掉水里了，您要是不信，可以去大院打听打听。前2天泰斗们是不是亲自去大院找过人？这几位泰斗的私章，普通人根本拿不到。我把人赶走，可得罪大人物了。既然有专家的联名推荐，那你就先破例进我们重点课题做个干事吧。谢谢主任。竟然这么轻易就成功了！哎呀，你怎么走路？燕青哥，苏柔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是被大学人事处特招进来进课题组的。大院那地方乌烟瘴气的，我早就不想待了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你是有天赋的。我也是，大院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学术，我申请调来做助教了。燕青哥，你真厉害，我就知道你肯定能行。咱们以后在大学里一定要互相照应，让大院那些看笑话的人知道谁才是真金不怕火炼。那是自然。小师姑，1号礼堂已经给您布置好了，您看您是先去 VIP 休息室喝口茶，还是不去休息室了？老冯不是在学校的重点实验室吗？我先自己过去找他聊点事儿，你不用跟着我了，去忙你的吧。好，那您拿好这张特别通行证，实验室那边门禁严。对了，中午我一定让食堂把那锅秘制红烧肉给您备得足足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冯淑仪，她竟然跑到大学里来了。仗着冯老院士的身份，她真把这最高学府当成大院的后花园了，简直是不知所谓。他怎么来了？难道推荐信的事暴露了？他又凭什么能拿到推荐信？还不都是因为他有个当院士的爹？这就是赤裸裸的以公谋私，这太不公平了。燕青哥，实验室里面可都是精密仪器，他什么都不懂，到处乱窜，万一碰坏了什么可怎么办？冯淑仪，你站住！这里是神圣的学术圣堂，是做重点实验的地方，不是你靠着冯老院士的面子就能随便进去捣乱的。就是啊，淑仪妹妹，我和燕青哥都是凭真才实学进来的，你连个学历都没有，根本不懂实验室的规矩，你还是赶紧回大院去吧，别在这儿给冯老院士丢人了。你俩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我找我亲爹去食堂吃顿红烧肉，还得给你们俩打个申请报告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安保同志，这位同志没有出入权限，请把他赶出去，不要影响实验室的正常工作。看清楚了，能进吗？可以，您请进。对不起，闲杂人等没有权限进入核心实验区，请退后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拼爹吗？老冯，忙着呢。哎呦，闺女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请你去讲课吗？讲课是顺带的，主要是听说这食堂的红烧肉是一绝，我提前来踩踩点儿。你这丫头还是个馋猫。行，等爹忙完这点数据，中午带你去吃。吃肉是小事，老冯，我今天来是有正经事找你。啥正经事儿？你回来后怎么不来找我们？你不想大哥吗？我没脸见他。家里的老房子我修好了，
你有空就回来住。苏家当初根本没照顾过大哥，他们兄弟两个这些年都过得不好。是爹对不住他们兄弟俩，当年走得急，没安排好，让他们受委屈了。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。大哥一直以为你不在乎他们，心里有怨气。今天下班后，你跟我一起去见大哥一面吧。咱们一家人总得把话说开，把这冰给破了。好，下班我就跟你去见老大。燕青哥，我听人事处说，今天这位特聘大教授可是破解了世界级难题的真神，能听这种级别的大佬讲课，真是咱们的福气啊。那是自然。今天这堂课讲的是多维气动模型。如果我能在提问环节提出一个有建树的问题，被教授赏识。燕青哥，你一定能行的。冯淑仪，她怎么会站在那里？校长为什么对她那么恭敬？就因为她是冯老的女儿。教授呢？怎么是个女学生？难道是助理吗？对，她肯定是帮忙收拾资料的。教授应该在后面。时间有限，我看过你们课题组提交的初步报告，方向完全错了，你们忽略了粘性耗散项。我熬了半个月都摸不到门槛的东西，在他眼里还不如小学题。这绝不是一个靠爹的草包能有的水平，而我眼高手低，我才是蠢货。这套模型的极限阈值就是这样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吧。不能留在这儿，只要他们一开始交流，我拿假信进课题组的事儿绝对会穿帮。趁现在人多，我得赶紧溜。各位大驾光临，真是让我们学校蓬荜生辉啊！是你们学校食堂好，能请动我们小师姑出山。那是。对了，各位专家，您几位写联名催进术的那位同志，我已经亲自把他安排进核心课题组了，您几位尽管放心。小师姑不是没进来工作吗？你给他安排工作了啊？没有啊，是苏柔同志拿着推荐信来的。什么苏柔？我根本不认识这号人，信在哪儿？苏柔，你给我站住！保安，快把后门那个穿黑裙子的女人给我拦住！专家，就是他拿着你们的推荐信来的。好啊，这确实是我们开给小师姑的信。你这小同志，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能拿别人的信来糊弄事呢？不是的，专家，这信是我捡的，我看它掉在铁桶里，以为没人要了。我只是想找个好点的工作。苏柔，你当初不是嚷嚷着这信是假的吗？怎么自己抢过去用上了？抢的？那小同志，你这情节就很严重了啊！是要进看守所的。你简直是胡闹！取消所有录用资格，保卫科。燕青哥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！所以你根本不懂科研，一直在骗我。我竟然和你这种人为伍。对不起，小姑奶奶，我错了，以前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太浅薄太自负，您才是真正的天才，我就是个笑话。行了，既然脑子里的水倒干净了，以后就少给自己加点戏，脚踏实地做学问吧。老冯也要下班了，正好去找大哥。冯师傅，先抽根烟歇会儿。这批料今天能出不？地里等着用呢。张主任，你这批是果树要用的复合肥吧？这槽料我刚才又重新调了一下转速，多磨了一遍，肯定不结块。今天准能给你装车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！老王厂长弄的那批料撒地里跟石头一样，还得是冯师傅你这手艺。我们镇上现在就认你调的肥。老大这手艺，在厂里算是顶梁柱了。这哪里是顶梁柱？这些客户句句不离冯师傅，根本不提厂长。冯建国，你搁那儿开茶话会呢？赶紧夹克出料啊！后面的车还等着排队呢，一天天的就知道磨蹭。哎，马上好，这螺丝有点松了，我再紧一圈。
紧什么紧？能转就行了，赶紧的。老大，这怎么流这么多血呀？快拿毛巾压住！哎呦，这是干什么？建国，你这操作也太不小心了，血别滴在化肥上，那都是要卖钱的。人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惦记化肥？这是工伤，赶紧拿钱送建国去卫生所看大夫啊！话不能这么说，机器好好的，他一拉闸就坏了，这属于操作违规。再说了，他平时的工资都存在我这儿当梅子的彩礼了，厂里账上没现钱，又没多大事儿，我让你回家歇着，行了吧？你们一家子这心是黑的呀！他这几年在你们这儿当牛做马。老冯，别说了，你现在就带大哥去卫生所缝针，1分钟都别耽误。好。哎呦，来，我们来扶着。怎么着？你还想留在这儿讹我们一笔？王厂长，混合机的吊速齿轮箱，原装的限位器去哪儿了？被你拆了吧？你个黄毛丫头懂什么？那机器本来就那样。我不懂，但为了赶产量，私自拆除限位器，让旧电机超负荷运行，皮带老化断裂伤人，这事儿工业局的安检科肯定懂。你少拿工业局压我。安全生产法规定，私自改装特重设备导致重度工伤，一旦上报，你这厂子立刻查封，停产整顿3个月起步，停产3个月的损失和现在立刻拿300块钱的医药费加施工费。王厂长，你是个会算账的生业人，选哪个？300块，你穷疯了吧？爸，别理他，让保安把他轰出去。行，出门左拐，供销社就有公用电话，我这就让安检科的人过来拉封条。哎，大侄女，留步啊！叔叔给你拿还不行吗？这事儿可千万别往上捅啊！王厂长真是个痛快人，这破机器你们自己留着慢慢修吧。回见。建国啊，我真对不住你和老二。爸，您别愁眉苦脸的了，大夫说没伤着骨头，养半个月就好了。好什么好？你这手要是残了，你这辈子靠什么吃饭？老王那一家子根本没拿你当人看。我知道，但梅子说等熬过这段时间，厂里效益好了，他爸就同意给我们办婚礼。我除了会修机器、调肥料，别的什么都不会。离开化肥厂，我能干什么呀？闺女，这钱是你那未来老丈人热情赞助的医药费和误工费，300块。300块？他老王那种铁公鸡，他怎么可能掏这么多钱？他不掏，我就让工业局查封他的厂子。哥，到现在你还觉得离了他你活不了？小妹，哥，你算过一笔账吗？那些供销社的人来进货的时候，是去找王厂长，还是去找你冯师傅？找我，他们说只认我调的配方。这就对了，他们认的是你的手艺，不是他老王的招牌。你以为你是个打工的，其实你才是那个厂子的大动脉。没你，他那破机器早转不动了，客户也早跑光了。我是大动脉。对，你有最好的手艺，有现成的客户人脉。老冯这些年寄回来的钱，加上这300块赔偿金，足够咱们租个废弃仓库买2台旧机器了。哥，辞职退婚，咱们自己单干，把王家的饭碗给砸了。这真的行吗？怕什么？爹在这京城里也能说上2句话，有爹给你们兜底呢。好，小妹，大哥听你的，这窝囊废我不当了。哟，冯建国，你还知道回来，拿了我们家300块钱，还有脸来呢？我是来拿我的人事档案的，从今天起我不干了。冯建国，你发什么神经？你个修机器的穷光蛋，离了我们王家，你连个落脚的狗窝都没有。不出3天，你还得像条狗一样爬回来求我。是吗？那咱们就走着瞧。小妹，这地方虽然偏了点，顶上也漏风，但租金真便宜。等哥把这院子拾掇出来，咱们就能进料了。漏风就买2卷油脂铺上，机器的事儿你不用操心。我昨天去旧货市场淘了一批报废电机，晚上我画个图纸，改吧，比王家那破机器好使100倍。行，哥听你的。小姑奶奶，
大哥，我来给你们帮忙了。陆燕青，你怎么跑这荒郊野外来了？叫我小陆就行。我听说小姑奶奶要自己办厂子，想着过来帮帮忙。小姑奶奶，这厂子刚起步，肯定缺人手，有什么要帮忙的，您尽管吩咐。行啊，看到墙根那堆红砖没？把它搬到这边的划线区，码整齐，准备垫机器底座。好嘞。小陆，你没事吧？别是骨折了吧？平时笔杆子拿惯了，干重活还是不行啊。起开点儿，别在这碍手碍脚。小姑奶奶，大哥，这是我攒的600块钱私房钱，我拿来投资入股。这态度还差不多，觉悟很高嘛。行，冯氏化肥厂第一股东就是你了。您开心就好。小姑奶奶，您淘来的那批废电机不仅省电，出料速度比进口机器还快2成。还行吧。呦喂，爸，这就是冯建国说的大厂子啊，连个正经大门都没有。这风一吹，顶上的瓦片都得掉下来砸死人吧？年轻人嘛，心比天高，总得吃点苦头，才知道老一辈的饭有多好吃。王厂长，梅子，如果是来谈生意的，请去那边桌子登记；如果是来找事儿的，厂里挺忙的，招待不周。谈生意？冯建国，你是不是没睡醒啊？就你这草台班子、破烂机器，造出来的化肥有人敢买吗？撒地里不得把庄稼烧死啊？这位女同志，说话要讲证据。我们冯氏化肥厂的机器性能和配方，那是经过精密推导的。哟。这还招了个细皮嫩肉的算账先生呢。建国啊，叔叔今天来是看在你以前在厂里干过3年的份上，给你条活路。你这破厂子不出3个月肯定倒闭。这样，你现在关门，跟我回300块钱我也不要了，你的工资继续扣着当彩礼。下个月我让你跟梅子领证，怎么样？叔叔够仁至义尽了吧？王厂长，以前是我眼瞎，觉得忍一忍就能有个家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人得站着挣钱。您2位请回吧。冯建国，你个不知好歹的白眼狼！王梅，嗓门大不代表有理。我家厂子能活几天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爸那个违规运转的破厂子马上就要揭不开锅了。哼，大侄女，吹牛也不打草稿。我王家在镇上干了10年，客户排着队送钱，走着瞧。冯建国，我等着看你跪在我家门口要饭的那天。什么素质，小姑奶奶，大哥，你们别往心里去，咱们的肥料绝对没问题。小陆，干活吧，有没有问题？地里的庄稼说了算。建国老弟，你这配方简直绝了！上次从你这儿拉走的那批果树肥，果农用了半个月，那树叶子绿的都发油了。冯厂长，我们公社要再加2吨尿素混合肥，现款结账，千万给我安排在前面啊！张主任，李哥别急，咱们厂子虽然小，但规矩立在这儿，保质保量，绝不缺斤短两。今天单子排满了，明天一早第1车保准发给你们公社。就冲你冯建国这3个字儿，我们愿意等。老王厂长那边现在出的料硬的跟石头一样，砸都砸不开。我们镇上以后只认冯氏的牌子。老实人一旦开了窍，真诚就是最大的商业必杀技。再加上我随手优化的粗根基配方，这属于降维打击了。大哥，小姑奶奶，你们猜咱们这1个月纯利润有多少？怎么着？也得有1000多块吧。抛去成本、工人工资，还有那几台旧机器的折旧，咱们这1个月的纯利润是整整6800块。6800？我在老王那儿干3年，不吃不喝也攒不够1000块啊！这嫌烫手啊！小姑奶奶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！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这点钱就把你们激动成这样，6800只是个开始。算算日子，王家那个作坊，这会儿估计已经召开脱了吧？王大拿，你看看你卖的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？这肥料撒进地里，水都化不开，我们村的玉米苗全黄了。退钱！今天必须全额退款，不然我们就去工业局告你生产伪劣产品。各位大哥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这批料可能是工人配比没掌握好，我马上让人给你们换新料。换个屁！你厂里的机器3天2头坏，出料比蜗牛还慢。人家冯建国的冯氏化肥厂不仅料好，还不结块。我们这单子全转给冯建国了，赶紧退钱！今天必须全额退款，你们都去他那儿了，我们就去工业局告你生产伪劣产品。爸，
不好了，原料厂那边打电话来说咱们欠了2个月的货款，今天再不结清就不给咱们供货了。催，账上的钱全拿去填那些退款的窟窿了，我拿什么结？厂长，2号混合机的齿轮又卡子了，皮带全断了，那就去修啊！你们这帮吃干饭的，连个破机器都修不好。厂长，那机器本来就改过限位器，以前全是冯建国凭手感在那硬调，现在他走了，咱们厂里这几个电工根本摸不透那台机器的脾气啊！一修就卡，再强行开机，电机就得彻底报废了。机器坏了没人修，产品出问题没人担，原来这个厂子能转起来，全靠冯建国一个人死撑着。爸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厂子要是停产了，咱们家不就完了吗？完了，全完了，那些老客户全被冯建国拉走了。梅子，冯建国那小子以前最听你的话，他对你可是百依百顺的。爸，您的意思是？厂长，那女的又来了，这都在大门口站了3天了吧？王梅，你天天往这儿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早就说过了，咱们2家已经没关系了。建国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恨我爸。我们家现在的厂子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我是真知道错了。我没什么奢求，就是想起你以前一忙起来就胃疼。这是我早上5点起来熬的猪肚鸡汤，你趁热喝2口行吗？我看着你喝完就走。不用了，厂里有食堂，你回去吧。大哥，要不我以法务的名义出去告他个寻衅滋事，让派出所把他拉走得了。算了吧，她一个女的，大热天的蹲在那儿，真让警察抓走，镇上的人该说咱们冯氏仗势欺人了。随她去，站几天嫌累自己就走了。法务先歇着，既然人家想演一出秦香莲，咱们就给他个舞台，不让他把戏唱足了，大哥这心里的疙瘩永远是一笔糊涂账。厂长，那女的还不走，雨太大了，好像晕过去了。王梅，醒醒！强子，搭把手，先弄进门卫室。建国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喝点水，等雨停了赶紧走。我救你是因为怕你在我厂门口出人命。建国，我真的改了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只要你能让我留在厂里，哪怕给你当个扫地的女工也行。我爸那边我也跟断绝关系了，我只想跟着你。建国，你慢点儿，看你这一头的大汗，衣服都湿透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身体好了？建国，我没事了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现在我知道只有你是真心对我好。快，喝口凉茶润润嗓子。淑仪妹妹，小陆总监，天气热，我给你们买点冷饮解解暑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咱们冯氏可不敢吃你们王家的东西。小陆总监真爱开玩笑。淑仪妹妹，以前是我脾气急，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。以后我嫁进来，一定把你当亲妹妹一样疼。橘子水不错，不过一家人就算了，我们受不起。你还要待多久？小妹，我马上就要和你大哥领证了，当然是跟你们一起过了。这可不算好消息，出门左转，慢走不送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我倒要看看你打什么主意呢。
谢谢。你以后啥打算？真不回去了？建国，咱们谈了3年，对你不可能没感情啊。以前凶你是想你多努力，这样我爸才能同意我们的婚事啊。你真的不懂吗？我懂。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，要不咱们2家厂子干脆合办吧？咱们强强联手，你懂技术，我爸懂渠道，以后厂子都是咱们俩的。不行，这厂子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启动资金是小妹掏的，账是小陆管的，我没权利拿厂子去合办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确实不能这样干。你明白就好。既然不能合办，那你能不能把你们那个化肥配方分享给我们？毕竟他是我亲爹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破产啊！厂子一倒，他连跳河都做得出来。建国，你帮帮我爸，咱们去民政局领证，好不好？要配方啊，早说嘛。淑仪妹妹，配方可以给，不过亲兄弟明算账，5万块钱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配方。小妹，这以后我给你领证，那就是一家人了。这钱要不就我们冯氏不做亏本的买卖，想空手套白狼，拿个破红本本就换走我们的核心机密，你当我是开善堂的？小妹说的也有道理，这厂子能开起来都是小妹的功劳。这5万块确实应该的，等我回去和我爸商量商量。冯建国，你当心点儿，这板车太重了，别压着脚。梅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崴着了？建国，好疼！我是不是骨折了？我刚才就是怕你摔倒，想去扶一把。你说你逞什么能啊？那几百斤的车子是你一个女同志能扶的吗？建国，我不疼，只要你没事，我受点伤算什么？这下你该信我对你的心了吧？信，你别乱动。那你下午去买点好烟好酒，去我家里一趟，跟我爸服个软儿，顺便把我的户口本要出来，咱们去领证。王厂长他不能同意吧？你笨呐！你把淑仪带上啊，就说要卖配方给他，他一看厂子有救了，肯定就同意了啊。可惜我脚现在动不了，不能跟你们一起去了。好，我下午就去。我带着小妹去跟你爸把话说清楚，小妹谈生意也厉害，肯定能成的。我等你们好消息。小妹，咱们走吧，去王家把配方的事彻底落星，顺便把梅子的户口本拿回来。那王梅呢？她上午摔伤脚了，现在动不了。行啊，大哥发话了，我肯定配合。冯淑仪，你再聪明又怎样？还不是中了我的调虎离山计？什么配方能值5万块？做梦呢！哼！在哪儿？那个配方到底放哪儿了？找到了，就是它。有了这个，我爸的厂子有救了，我也再也不用看冯建国那个穷光蛋的脸色了。建国，你们不是去我家了吗？怎么了，小妹？我有东西忘记拿了，大哥陪我回去一趟吧。行。你刚才在屋里不是说脚疼的下不了地吗？我就是想喝口水，走错房间了。建国，你听我解释，走错房间了。还能顺便找到压在最底下的配方本。王梅，你演苦肉计的时候能不能专业一点？王梅，我冯建国在你眼里就是个好骗的傻子是吗？建国，我错了，我真的是被逼的，我爸拿死逼我啊，我心里是有你的呀。闭嘴！你心里如果有我，就不会算计我的家人，就不会偷我妹妹的心血。滚！从今往后，你如果再敢踏进冯氏半步，我直接拿刚才拍的照片去派出所告你商业盗窃，这辈子咱们死生不复相见。怎么样？配方偷到没有？没有，他们甚至拍了照，我不敢去了，我怕他们告我。这群小兔崽儿，等着吧，我有的是办法整他们。冯建
个丧尽天良的黑心商，还我们血汗钱！王厂长，各位同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咱们厂的化肥从来没出过问题啊！没出过问题，你睁眼看看，我们全村用了你们冯氏的化肥，不到3天，庄稼全烧死了，地里直冒酸水。大伙儿看清楚了啊，他冯建国就是个骗子，仗着自己生意好，就开始在化肥里掺工业废料，坑害老百姓。这种黑心厂子就该砸了，让他赔钱，赔10万。大家冷静，不要暴力冲闯民营企业。我们冯氏的所有出厂批次都有严格的流量记录，如果真的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绝不推诿。但如果是有人恶意栽赃，这包装袋上白纸黑字印着你们冯氏的标，连防伪钢印都有。你一个算账的，懂什么化肥？冯建国，你今天不拿10万块钱赔偿大家伙，这事儿没完。这根本不是我们厂的氨基酸负北，这味道分明是老王家之前搞出来的废渣。王厂长，你做人不能这么没有底线。这到底是谁的化肥，你心里最清楚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袋子是你们的，化肥就是你们的，大伙儿别跟他废话，冲进去搬机器抵债，我们要进去。要10万块钱是吧？行啊，只要证明这地上的一滩烂泥是我们冯氏产的，我现场让财务给你开支票。你一个黄毛丫头说话算数？这是我们冯氏集团的技术总工程师，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证明这化肥不是我们的，那这叫聚众敲诈勒索，起步3年。你们谁带的头，谁就进去踩缝纫机。大家看好了，我们冯氏的液态肥核心成分是经过耦合反应的有机氮磷钾。溶于水是清澈的微黄色，看到这些白色沉淀了吗？这是硫酸钠，这说明这批劣质化肥里含有严重的工业硫酸废料超标。这东西撒到地里，别说烧苗了，连土壤都会被彻底板结酸化，3年内寸草不生。我的老天爷，这么毒！王大厂长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以前你们厂因为违规操作，烧毁了一台混合机，产生了几吨用工业污泥和劣质尿素混合的废渣。你胡说八道！你凭什么说这是我的废渣？包装袋明明是你们的，这是站上废品回收站的收据。昨天晚上你去废品站偷偷买走了我们厂废弃的300个旧包装袋，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？你自家毒化肥去害乡亲们的庄稼，王大拿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好你个姓王的，你骗我们来闹事儿，原来是你毁了我们的庄稼！打死这个黑心贼，让他赔咱们的庄稼钱！误会老乡们，误会啊！我没钱，我也是受害者呀！各位。冤有头债有主，王家化肥厂就在城东，建议大家排好队去他们厂门口拉横幅，合法讨债。小妹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这老王家算是彻底完了。没那么简单，兔子急了还咬人，更何况是一条走投无路的疯狗。这2天加强夜间巡逻，我怕它狗急跳墙。冯建国、冯淑仪，你们毁了我的厂子，毁了我的家。那几10个泥腿子把我家砸得稀巴烂，我活不成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烧吧，全烧光！西南角围墙，红外线越界触发报警，果然来了。小姑奶奶别动，抓贼这种体力活让我来。不许动！我是冯氏法务陆彦青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抓住了！我抓住犯人了！王大拿，深更半夜携带大量助燃物，企图纵火，性质恶劣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建国，救我呀！我是你岳父啊！王厂长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带走吧。
你怎么能糊涂到去放火啊？妹子啊，爸不甘心啊！冯建国那个穷小子凭什么骑在咱们头上？你快去求他，你去给他磕头，只要他出具谅解书，我判的就能轻一点。王大拿家属，探视时间到了。王大拿涉嫌携带大量助燃物，企图烧毁民营企业仓库，如果不是发现及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是重罪，起步就是3年以上。你们家属做好心理准备。完了，全完了，爸进去了。厂里那几十号工人今天早上还在堵门要资，供货商也在催债，王家算是完了。2顿半。对。建国，我求求你，你看在咱们以前处过对象的份上，你给我爸写个谅解书吧。他60多岁了，高血压、心脏病，他要是在牢里蹲3年，就得死在里面啊！你到现在还在跟我谈旧情？那个仓库里堆着5吨尿素和硝酸铵，如果昨晚老王的火柴点着了，半个厂区都会被炸平。厂里值夜班的8个工人，加上我妹妹，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你爸想拉着我们全厂几十条性命给他陪葬的时候，想过我们吗？他是一时糊涂，他知道错了。这是犯罪，公安局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绝对不会写1个字的谅解书。王梅，你与其在这儿给我下跪哭丧，不如回去想想，你家那个化肥厂没了我，没了你爸，底下那几十号工人下个月吃什么？大哥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并购良机。老王一进去，王家化肥厂群龙无首。这2天他们厂的工人罢工，原料商断供，整个厂子已经陷入瘫痪。咱们只需要把出厂价下调30%，就能切断他们最后的散户资金流。到时候，王家化肥厂那块地皮和设备，咱们就能以低廉的破产价合法收购。小妹，我知道老王一家子做事不地道，但当年老冯刚走的时候，我四处找活干，饿得在街上直晕。是老王把我招进厂里，给了我2个热馒头，让我活了下来。他进去了，是他罪有应得。咱们现在把他的客户抢了，是因为咱们东西好，但我也不想把他的厂子彻底逼死。厂子里都还有一堆老人呢，给他们留条活路吧。可是大哥，商业竞争就是残酷的，你不逼死他，市场就那么大。陆燕青，大哥说的对，踩死一只蚂蚁有什么意思？小姑奶奶，您的意思是，市场确实就那么大，但咱们可以跳出这个低端泥潭。王家只会做那种低端结块的粗肥，咱们没必要跟他们在泥坑里打滚。哥，你不是一直想研制那种能直接喷洒在叶面上的高级液态肥吗？图纸我早给你画好了，咱们全面升级生产线，做高端经济作物的营养液，把那些低端的苞米肥、大豆肥市场全留给老王家去喝汤，咱们去吃肉。液面营养液，小妹，那图纸我看了，要是真能造出来，那可是全省头一份啊！绝了，不仅成全了大哥的恩情名声，还直接把厂子拉到了垄断级别的高度。小姑奶奶高瞻远瞩，我马上重新计算升级所需的资金。小姑奶奶拿下了，是供销社的特供大单，首付款明天就能打咱们账上。干得不错，低端市场的份额都退干净了吗？不仅退了，我还按照您的吩咐，把咱们淘汰下来的那2台旧混合机以极低的价格半卖半送给了镇上的其他几家小厂，包括王家化肥厂。很好，带着大家一起喝汤，咱们这吃肉的位置才能坐得稳。快点，快点，手脚麻利点。建国，我今天来是专门来给你道谢的。谢我什么？谢你给我们王家留了一条活路。我知道，如果你们继续做低端肥，我家那破厂子半个月前就得关门要饭。你们不仅把市场让出来了，昨天还让人低价送来一台好电机。建国，我们家以前都不是人。当年我快饿死的时候，你们收留过我。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好好管你的厂子，让你爸好好改造吧。我记住了，我们以后一定本本分分做人。老大，来，爹敬你一杯。咱们冯氏化肥厂现在可是市里的明星企业了，你出息了，爹这心里高兴啊！爸，您快坐下，这厂子能办起来，全靠小妹的技术，我也就是出了一把子笨力气。哥，你也别妄自菲薄，技术再好，也得靠你这块金字招牌去跟客户打交道。咱们一家人各司其职，挺好。是挺好，要是建军也能坐在咱们这桌上，一家人整整齐齐的，那就真圆满了。二哥还是一点信儿都没有。没有，特区那边发展快，乱得很。建军那小子脑子灵落，但脾气太冲。
我真怕他在外面惹出什么大乱子。建军啊！大哥，救命啊！我活不成了！这是老二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被抢了？爸，你咋回来了？哎呀，先说怎么回事？我被人坑了，我让人当猪给宰了。我从一个叫钱总的外资导员手里花了8万块钱，接了一仓库的进口多功能计算器和电子表。8万？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我借的黑市高利贷啊！结果那批货全他妈是主板锁死、屏幕不亮的电子废砖，1毛钱都卖不出去。强哥的人正拿着刀在胡同口堵我，说今晚借不到钱就要剁我2只手啊！冯建军，你们别乱来，要钱可以商量，敢动我弟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商量，8万块加上2万的利息，总共10万，拿得出来就走人，拿不出来，我今天就把冯建军拆了，按斤卖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。根据我国现行经济化和治安管理条例，民间贷利率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以上的部分不受法律保护。你们这叫非法高利贷，还有持械入室属于寻衅滋事和敲诈勒索。我现在就可以去派出所。废什么话？哪儿来的酸秀才在这背课文啊？再废话，连你一块砍！闭嘴，哭得我头疼。强哥是吧？10万块钱我冯家掏得起，但你今天要是敢在这儿动刀子见了血，我保证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臭丫头，你唬我！刚才那人背法条背的啰嗦，我给你翻译一下。你们的账本上肯定写着借款8万，一旦见了血，这属于刑事案件，公安机关介入，你们的本金就成了违法放贷的赃款。为了2万块钱的违规利率，搭进去8万块的本金，还得进去蹲几年大牢。强哥，你是求财的，不是求牢饭的，这笔买卖划算吗？行，算你个小丫头片子懂行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半个月，给我15天的宽期，半个月后本金8万，加上合理的5000块钱利息，一共8万5，我连本带利拍在你面前。好，老子就给你半个月，半个月后见不到钱，你们全家都别想安生。走。这帮人简直是法盲，根本不听人讲道理。小姑奶奶，还是您厉害。哥，这女的谁啊？这是小妹呀。二哥，你那批货呢？带我去看看。我真是被猪油蒙了心了。钱总跟我说这是海关刚扣下的最新款多功能科学计算器，里面还夹着一批电子表，我以为能大赚一笔，谁知道……二哥，你先别哭，咱们先验货，看看残损率到底有多少，能不能当废品拆件卖了止损。全坏了，而且我刚才看了电源触点，没有任何烧坏的痕迹，这说明主板核心被物理破坏了。小姑奶奶，这批货彻底废了，当电子垃圾论斤卖，最多值200块钱。完了，全完了，8万5的债啊！小妹，二哥连累你们了，你们别管我了，到时候让强哥把我剁了吧。行了，别嚎了，就这点手段也敢出来做局骗人。小姑奶奶，您看明白这主板是哪里烧了吗？烧个屁，这主板健康的很。这帮搞进口的倒爷为了避开海关对高档电子整机高达200%的关税，故意在出厂前用硬件手段把核心芯片的逻辑门引脚给断解锁撕了。在海关验货的时候，这东西通不上电，只能算报废电子垃圾过关。等进了国内，他们再找懂行的人解锁。钱总这孙子是故意把还没解锁的货高价甩给了你这个外行当接盘侠。小妹，你让我买这些破烂干什么？那进口机器金贵的很，你拿着破烙铁能行吗？咱们要不要花钱去请个高级电工来看看图纸啊？请电工？你是不是嫌债背的还不够多？给我闭嘴！小姑奶奶，您喝水。图纸咱们确实没有，这进口芯片的底层架构，国内根本就没人见过。您打算怎么盲拆啊？这玩意儿的底层逻辑，在我这儿就跟1+1=2一样简单。他们在出厂前写了死循环代码锁死系统。我用脉冲信号强行擦除它的 EPRAM， 顺便重新写个底层驱动进去。
重写底层驱动，您连键盘都没有，就靠这个破盒子。低级会编语言而已，闭着眼睛都能写。不仅能解开死循环，这芯片还有多余的储存空间。我顺便给它加点料。亮了，真的亮了！汉字，小姑奶奶，目前市面上所有的进口电子产品全都是英文和数字，您怎么给刷出汉字显示来了？这可是划时代的技术突破啊！顺手做了个简易的汉字字库烧进去了，不然拿出去卖，怎么能体现出咱们冯家的技术碾压？我把剩下的货全刷完，明天一早你带着这些东西滚回中关村，卖不掉还不上钱，你就自己去厨房拿菜刀把手剁了。小妹，你就是我亲祖宗，你放心，我要是卖不出去，我直接从中关村爬回来。